这是一扇通往异世界的门，从门后看什么也没有，但男主不小心打开后，竟发现里面是一个异空间。他只是往里走了走，便出现了一只让他感到恐惧的骷髅怪物，吓得他拔腿就跑，然后迅速关上门，而后门就消失了。也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响起：“恭喜你人类，你觉醒了链接世界的能力。”男主满脸错愕，他四处张望也没发现说话的人，直到那个声音再次响起：“不要紧张，我被困于另一个世界，现在是通过意念与你交流。听着，隔界交流时间有限，如果你不想死的话，就按我说的做。”男主为了自保，按那人说的打开了背包，从里面取出了一个雕像。那人告诉他，这是万堕恶鬼之王的诅咒雕像，有人故意将它放在你身边，用它对你下达诅咒，杀死并夺走你的灵魂，但你却活了下来。一股记忆也在这时涌入了男主的脑海，原来这具身体的原主人是一名叫沈夜的初中生，他的灵魂已经被雕像咒杀，而加班过度猝死的男主灵魂从蓝星穿越而来，无缝接管了这具身体。那道声音继续说道：“人类，这诅咒一旦杀不死你，它便会反过来赋予你他百万年来夺取灵魂所积累的力量。现在再次呼唤那扇门吧。”说罢，雕像变成了粉末，那扇门再次出现。那人告诉他，这扇门已经属于他，他现在拥有了链接世界的能力，而他今天闯入的世界叫做噩梦世界，而那人被困在了噩梦世界深处。他让男主去救他，并提醒男主在此之前千万别死，因为拿诅咒雕像对付男主的人，一旦知道他还活着，肯定还会派人来杀他的。随后那人的声音彻底消失，男主表情凝重，没想到刚穿越过来就要面对追杀，但他搜寻了沈夜的记忆，也没发现到底是谁要杀他。就在这时，门上出现了一个提示：由于上次你进入门中表现得十分有礼貌，故获得评价词条：礼貌人，礼貌人，灰色词条，残破，装备此评价词条，已获得如下加持：当你礼貌行事，别人的印象会对你略好一点。男主愕然，这似乎是一个可装备的被动技能，随即他就有了想法，那就是进入门中，看看能不能获得新的词条。他轻轻地打开门，然后小心地往里走，结果刚进来，骷髅就已经盯着他看。他非常有礼貌地介绍道：“你好，我叫沈夜。”骷髅看着他毫无反应，男主感觉词条似乎起了效果，继续说道：“真抱歉，之前打扰您用餐了，我其实想和你交个朋友，我只是……”他话未说完，骷髅就一爪子抓向了他，男主一个后退，惊险避开。他骂道：“不要这么暴力啊，我只是想和你沟通一下。”结果下一刻，骷髅一爪拍碎了门，而男主也从门里跌了出来。还好门被破坏了就会直接消失，他正期待这次会获得什么词条，却弹出了一个提示：评价词条每天只能获得一次，所以他卡 bug 失败了。随后他再次召唤出世界之门，杀手随时会来，他可没那么多时间浪费。开门后露出职业销售微笑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又来了。”门被骷髅一口咬碎，下一刻，男主又从另一边开门进来。没用的，你是吃不到我的，我可以在两个世界随意穿梭，我们还是好好的聊一聊吧。骷髅也不笨，意识到男主所言非虚，所以他选择了转身离开。男主立马急了：“你受伤了，对吧？你在吃人的时候，左臂的断裂处在缓缓长出新的骨头，不止左臂受伤，头骨、肋骨、脊椎骨等都有多处受损。”骷髅闻言居然停了下来，男主连忙拿出手机道：“虽然不能让你吃我，但是我们世界有很多你吃下去能对骨头有益的东西哦，比如这个钙片就专门治疗骨头。除此之外还有好多补品，比我有营养多了。如果我们是朋友的话，我就可以帮你买哦。毕竟我们那边有句老话，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，更何况买点钙片。当然我觉得你的话，两肋插刀也没啥问题吧。”男主紧张地等待骷髅回话，结果骷髅直接凝聚出一个紫色光球，吓得男主立马躲到了门后。结果他面前出现了一张契约书，原来是契约啊，吓死我了！你收到一份契约，署名者阴暗骸骨之母，食尸鬼之王战败的民主米克特提卡西瓦，坐下骷髅大军第5战队战场收纳官。男主无语，搞那么长，原来是个芝麻绿豆点的小官。随后就是契约内容，平等交换，还有一长串的附言。骷髅说道：“人类，希望你能帮助我恢复力量。我从不与神灵之外的存在签订契约，所以你最好明白这份契约的价值。这是一份公平的契约，一旦彼此不满意，双方随时可以取消这份契约。”男主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沈夜，而后下面自动生成了他的署名介绍：战胜万堕恶鬼诅咒的人类，噩梦与现实的守门人，唯一的2界空间操控者。男主也没想到他还有这种逼格。契约完成，双方已成契约关系。第2天，父母把他接回了家，并给他买了许多补品。前世他是个孤儿，父母的关怀让他感受很特别。这时房门却被人敲响了，进来的是2个警察。询问了男主的情况后，他们表示歉意，每年都会发生很多类似的事情，警察也没办法，并安慰男主没事就好。但只有男主知道，原本的沈夜早就死了，但他对此也只能发牢骚。而一直没说话的年轻警察也终于开口：“沈同学，我知道你有情绪，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上面已经批准了，那座医院很快就会废弃，再也不许任何人进入。你放心，不会再出现新的受害者。”看着警徽上的3颗星，男主诧异，竟然是警长，这么年轻。随即说道：“谢谢您告诉我这件事，我只是怕万一是谁要对付。”警长回复：“你只是一个初中生，社会关系十分简单，我们没有发现你有这样的仇家。”随后2人就离开了。通过这次谈话，男主看出了万堕恶鬼之王的诅咒级别很高，不止警察无法处理，连政府也觉得棘手。可他怎么也想不通，沈夜只是一个普通的初中生，究竟是谁要用这么厉害的东西去对付他？然而过了片刻，年轻警长又走了回来，他递给了男主一张名片，让男主万一有什么不对劲，就直接打电话给他。
男主看着名片上的名字，陷入了沉思。警长洛飞川，我能相信他吗？或者说他能帮到我吗？看得出来，他似乎并没有按照上面的指示行动。但警局乃至政府都无法插手的事，一个小小的警长又能做什么呢？更何况现在我还活着的事情已经人尽皆知，杀手一定不会善罢甘休，搞不好还会牵扯到家人。想到这里，男主不再犹豫，手一挥，门来，他必须得让自己先变强。打开门，露出职业级销售微笑。大骷髅在吗？几秒后，骷髅出现，这是你要的钙片，我给你拿来了。骷髅却指了指他口袋里的东西，这是大补药，你想要这个？话落，骷髅手中出现了一团绿色光芒，随后凝结成了一颗绿色水晶。对方渴望你手中效果更好的大补药。作为一名战场收纳官，他从战争中收缴的一些战利品里挑选了这件敌军士兵遗物，想要交换你的大补药。这是初级噩梦水晶，大骷髅曾经的敌人，高等精灵制作的物件，可以将某种知识、技能、情报等直接灌输给使用者。男主接过水晶欣喜，居然是能获取技能的水晶。随着水晶被捏碎使用，一股能量瞬间涌入他的身体。你习得了月下陆行。月下陆行，精灵族士兵主要身法，此身法能让使用者躲闪、突进、错身。男主也没想到，一枚大补丹就换来了精灵族的身法，现在他也总算有基本的自保能力了。另一边，钙片不断的从袋子里飞出，而后汇聚到骷髅的手中，接着他没入黑暗里消化去了。男主吐槽，吃个东西还这么害羞。他把门关上，打算先研究一下月下陆行身法。提示弹出，月下陆行身法第一是躲闪，需要敏捷3点，正在对您的身体素质进行评估，您的敏捷为2，距离使用躲闪还缺少1点敏捷。男主感慨，这可真像游戏啊，我要怎样才能提升我的敏捷？这时一道身影倒挂于窗外，没想到你居然还活着，让我康康，你究竟有什么本事？说罢，黑衣人便向他冲了过来，还好他及时躲开了，并向对方发动了礼貌人词条效果。先生你好，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然对方毫不受影响，继续向他攻击。看了系统提示才知道，噩梦世界的技能和装备都有等级，灰色残破，白色普通，绿色优秀，蓝色卓越，紫色万中无一。他的礼貌人词条是最低级的灰色，所以才时灵时不灵。这时黑衣人已经不讲武德的掏出了真理，男主大胆不好，他的敏捷还差一点，无法使用月下陆行。这时系统提醒他，吞噬词条可以获得属性点，男主连忙选择了吞噬礼貌人词条，下一秒他就获得了1点属性，连忙加在敏捷上。月下陆行第一式躲闪可使用，男主脚下发力，一个躲闪避开了黑衣人的攻击，随后他呼唤出界门，闪了进去。黑衣人见状，竟也追了进去，但进来后他却懵了，面前是一条黑不见底的密道。男主出现在其身后，再见了，杀手先生。黑衣人刚想出手，门已关上，随之出现的是一个巨大的骷髅头，杀手被骷髅一口咬住，随后便是嘎巴咀嚼的声音。不久后，骷髅的手臂竟生长出了一大截，而男主则是靠在墙上大口喘息。刚才实在太危险了，以后恐怕会有更多杀手上门，我得尽快获得一些自保能力才行。也就在这时，契约书凭空出现，你的献祭活物让对方十分满意，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，对方拿出交换物品，并得到了契约的认可，于是男主就获得了苍白阴影之冠以及银质战争徽章，并且2个都是绿品级的。苍白阴影之冠是亡灵族精心打造的，无论是谁只要戴上它，即可伪装成精灵族生命体。而银质战争徽章是精灵势力的战功荣誉象征，唯有立过大功的士兵才可以获得。佩戴此勋章可以传送至精灵的势力范围。男主试着戴上苍白阴影之冠，下一刻他就变成了英俊的精灵族男子。看着手机里的自己，他顿时就有了个邪恶的想法，找个机会去精灵族领地好好搜刮一番。但门外的敲门声却打断了他的幻想，难道又是杀手？门外传来焦急的声音，叶哥你在吗？我是陈浩宇。男主变回原来的样子走了过去。陈浩宇是沈烨的铁哥们，沈烨就是去医院探望他才出事的。开门后，陈浩宇一把抱住了男主，叶哥你担心死我了。他痛哭流涕道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害你出了这么大的事。刚好沈烨的母亲回来了，小叶浩宇你们这是？男主看了眼门外，爸呢？你爸去找你爷爷了，想再给你弄些大补药。陈浩宇听到大补药也是一惊，那东西老稀罕了，有钱人都不一定能搞到，你家藏得真深啊。随后他又聊起了中考的事情，男主这才想起原主是个初中生，现在正在经历重大中考，而沈烨因为昨晚的事错过了第1门考试。陈浩宇顿时自责了起来，都怪我，要不是我，以你年级第1的成绩，肯定能考上重点高中。母亲连忙安慰，别自责浩宇，虽然小叶错过了第1门力量测试，但第2门敏捷测试只要好好发挥，还是能上个普通高中的。男主才想起，这个世界的中考和蓝星不一样，除了文化科目，还要对人体的力量和敏捷进行测试。但他又想到了，现在自己正被追杀，去学校就等于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。他犹豫着是否要放弃考试。母亲看到了他纠结的样子，一把将他搂进怀里，温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小叶，如果你不想考试，那也没关系，我们只希望你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就好。男主被触动了，这是他上辈子当孤儿从未感受过的温暖。
他笑道：“放心吧，妈，我的实力你还不清楚吗？”他已然有了决定，如果我说放弃考试，母亲肯定会欣然同意，但我不能那么做。沈烨的记忆在我脑中不断涌出，他的爷爷似乎来头不小，所在的家族资源很广，然而父母和爷爷以及家族的关系非常不好，父母从未寻求过爷爷的帮助，两人凭借自己的努力生活着，虽然家境平平，但也还算过得去，所以他们是定然负担不起那大不要的，那一定是他们千辛万苦低三下四向爷爷苦苦求来的。他们的儿子沈烨已经被诅咒杀死，那我便是他们的儿子，我不能让他们的苦心白白作废。第二天，男主来到学校，桌面上摆着不同科目，身形、力量锻炼、精神力启蒙，这个世界的学科还真不一样。他一边翻阅书籍，一边想着，学校里这么多人，想必杀手也不会在大庭广众下动手。如果我能进入好的高中，那里面能保护我的厉害老师应该更多。也就在这时，一个同学找到他：“沈烨，赵以彬找你，在楼道。”不久后，男主在楼道看见了一个女孩，赵以彬，他记得是沈烨的朋友，之前天天缠着沈烨探讨学习。赵以彬，你找我？女孩侧过脸说道：“听说你回来备考了，我第一门考得不错，剩下的也有把握，应该能上省重点学校啊。”跟我说这些干嘛？出于礼貌，他还是道了声恭喜。而赵以彬也终于说出了想说的话：“我是想说，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。”男主满脸错愕，周围学生乐了，有瓜有瓜，校花要把沈烨甩了。赵以彬继续说道：“沈烨，我是说，以后我们各有各的路要走，但早晚都会因为阶层不同而失去共同话题，所以就不要继续发展下去了。但我们还可以做朋友，联系方式我已经删了，希望你以后能过好自己的日子。”男主瞬间明白了，原本他是年级第一的才子，这女的就一直缠着他，现在他因意外缺考一科变成了落榜生，这女的就想和他撇清关系，但他可不是原本的沈烨了。掏了掏耳朵：“我记得这些年都是你来我们班找我，我从来没主动找过你吧？赵以彬，我从来都不想跟你做朋友，快要考试了，希望你说到做到，以后别来缠我，影响我复习。”人群顿时议论起来，以前沈烨是年级第一，赵以彬就缠着沈烨，什么？现在沈烨缺考一门，就要当众划清界限，这也太那个啥了。赵以彬顿时脸红，她的闺蜜连忙帮腔道：“等一下，彬彬送过你不少礼物，你就这样跟他说话？沈烨，你太让人失望了。”赵以彬也在这时恰当的流出了泪水。沈烨，我以为我们是朋友的。男主都要被气笑了，装可怜不让我走，看来是非要踩我几脚啊。不过你也太小看叶哥我金牌销售的段位了。赵以彬，我是接受过你的礼物，可是接受礼物不等于我要接受你啊。吃瓜群众高超了，用魔法打败魔法。男主转身继续补刀：“你要是真心为我好，就不该用礼物束缚我，我总有资格奔向更好的人吧。我没什么好跟你说的，如果你想要回礼物，我会赔给你，但是你别妄想跟我交朋友。”校花闺蜜大骂男主是个渣男，吃瓜群众也说男主太坏，人家对你一往情深，你却辜负了人家。唯独赵以彬想解释清楚，是他甩了男主，不是男主甩了他，这以后让他怎么做人？也就在这时，一个高大男人拦在了男主面前：“你是年级第3的孙明，拦我干嘛？”沈烨，你消息之后啊，我的力量已经大大提升，你现在已经不是年级第一了，不想断几根骨头的话，就立马给彬彬道歉。男主故作无奈，表示是赵以彬要纠缠他，但他还是转身向赵以彬道了个歉：“对不起，你赢了，赵以彬，你可以继续骚扰我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”说完，他像个受了委屈的姑娘逃跑了。众人都傻眼了，又被倒反天罡了。赵以彬慌忙喊道：“等一下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！别听孙明的。”孙明自知被耍，暴怒出手：“你这小子，我要好好教训你！”就在拳头快打到男主时，男主一个翻身躲过了这拳，随后他一个空翻，稳稳落在了孙明后面。众人惊呼：“你看清了吗？那是啥呀？这速度，我怎么感觉他比之前敏捷更高啊？”这个身法正是男主刚学会的月下路线。这时老师突然吼道：“你们都聚在这里干什么？马上要进行模拟考，还不快去操场集合！”随后众人便前往了测试场。这时陈浩宇找到了正在热身的男主，他说测试排队很慢，学校后面开了一家漫画店，要不要先去看一下？陈浩宇倒是提醒他，今天的词条还没拿，可以趁这个时间去把词条拿了。他假装肚子痛去上厕所，让陈浩宇帮排队。不久后他跑进了厕所，随后一个黑衣人也跟了进去。然而当他进来后，却发现厕所里根本没人，因为男主此时已经进入了界门，并幻化成了精灵族。他在走道里寻找大骷髅的身影，却没找到，而是发现了一把手枪，是上次那个杀手留下的，还有几发子弹，正好去精灵族领地用来防身。拿出银质徽章使用，他脚下便出现了一个传送阵，下一刻他就被传送到了精灵族领地。这时身后突然有人喊道：“谁在那里？”接着3个精灵族从草丛里出来：“费伦，你怎么在这？难道我伪装的这个精灵族叫费伦？”随后他才知道，这几人都是亡灵族，是大骷髅的同事，他们伪装成了精灵族，今晚打算刺杀精灵族首领。领头人看向男主：“费伦，你准备好了吗？”男主扶了扶银冠：“当然，我的手已经开始痒了，别乱动。苍白阴影之冠是不能乱动的，要是暴露了身份，我们都得死。嗨嗨，有点痒，我只是微调一下位置。”随后几人便赶往了精灵族的村子。夜幕降临时，他们终于来到了村子，其中一人让男主晚上去刺杀首领，男主当场就傻了：“我去杀那个首领？”3人投来目光：“对啊，怎么了？
你要反悔？男主立马舔刀说道：反悔？怎么可能？我的刀早已饥渴难耐，这任务就交给我吧。队友立马对他竖起大拇指。男主满头大汗，妈的，要是敢说个不字，恐怕当场就要被这几个亡灵干掉。随后他们向守卫出示了银质勋章，便顺利的进入了精灵族内。一进来，他们便见到了其他精灵族人，而其中的年轻女精灵更是让男主大饱眼福。不久后，男主被带到了首领的大门外，他的同伴则告诉他会在外面等他。男主心知这是为了防止他逃跑。随着大门打开，男主进来后便看到了一个正在看书的男人。感知到男主进来，他合上书本，看向男主：欢迎你，来自前线的战士。男主被眼前一幕给镇住。你的门自带评价词条能力，因此你可以看到其他存在所拥有的词条。只见对方身上环绕着6大词条：万森之灵、古树王座的继承者、一亿敌万的自然法主、奥法大宗师、噩梦法界的守护者、世界头颅之物。而男主头上只有一个搞笑的礼貌人词条，对比之下他绷不住了。让我刺杀首领？我刺杀个屁啊！我就是个礼貌人，这特么的，那几个亡灵是要坑死我呀！还好首领见了他后，就让他去用餐了。男主脚下出现一个传送阵，下一刻他就被传送到了餐桌座位。几个同伴告诉他，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动手。男主心知这样下去必死无疑，必须得想办法做点什么。这时一个精灵族女孩找到男主：叔叔，可以请你跳个舞吗？男主看向女孩，确实比我小，但也不用叫我叔叔吧。不过他还是答应了。于是两人就跳起了舞。看着精灵小姐那愉快的表情，男主心想可惜了，如果没有这些破事，和这样的精灵小姐纵情歌舞真是快哉。跳完舞，精灵小姐见男主有心事，问他怎么了，男主却询问起了精灵的名字。精灵女孩自称兰妮。随后男主表示要表演一个魔术，作为兰妮邀请他跳舞的感谢。兰妮也送出了一个手链作为回礼。男主上台告诉众人他要表演一个魔术，魔术的名称是大变活人，他能把自己变成人类。兰妮兴奋地跳了起来，好爷，快变快变，我已经很期待了。而他的3个亡灵同伙则有点摸不着头脑了，这家伙到底要干嘛？随着男主将手伸向额头的银冠，下一刻他就变成了人类的模样，银冠也飞向了台下的兰妮，献给你，美丽的兰妮女士。随后台下便是一片喝彩声，而男主接下来的话更惊人，是这样的，我会变成人类是因为我摘了那个冠冕，而我的3个兄弟也会这个魔术，他们只要摘下戴着的冠冕就会变成亡灵。话音一出，在场的精灵族瞬间将3人围住，而一扇门已经出现在了男主身后。等我的3位兄弟都变过之后，我马上回来。再会了，兰妮小姐。随后整个门消失，兰妮注视着这一切，她还会回来吗？下一刻，无数藤蔓将3个亡灵族捆住，一道身影出现在场中，正是精灵族首领。你们亡灵想渗透我的村子，却没想到人族早就渗透进了你们的队伍，甚至主导了你们的任务，多么讽刺！亡灵还想狡辩，是不是有些误会？我们有徽章，但随着冠冕被摘下，他便露出了本来面目。精灵首领感慨，这冠冕携带来自幽暗深渊的高等阴影术法，还是恒定的，确实出乎我的预料。各个村落都混进了亡灵族的奸细，有了这个食物，就可以找出他的弱点进行反制。人族小子，这次我欠了你一个人情。另一边，男主回到了密道内，这时他正好看到了大骷髅，上来他就是一通臭骂：臭骷髅，我在精灵领地打生打死，你却在这里安逸的吃席。骷髅也惊了，你还活着？男主这才发现，原来这骷髅会说话。你这个见鬼的东西，故意给我那个苍白阴影之冠，是想让我去送死对吧？骷髅连忙询问，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把详细的过程告诉我，我愿意支付酬劳。男主却表示，现在不是什么酬劳的问题，而是你害得我差点丢了性命，我可是个记仇的人。而后一个契约出现在他面前，对方颇具诚意，本着等价交换的原则，为你准备了一道强大的亡灵术法。该术法的价值，男主破口大骂，以为拿出一点东西就可以收买我，你在侮辱我的人格。大骷髅见状拿出了一颗水晶，之所以把苍白阴影之冠给你，是因为你是人类，精灵族和人类是盟友，你去还有活命的机会。换做我去的话，我的下场唯有一死。为表歉意，对方超越了等价交换的原则，决定赠予你一颗传承噩梦水晶。传承噩梦水晶储备了3种顶级的进化类亡灵天赋，你可以从中选择一种，融入你的灵魂，从而具备其能力。大骷髅解释，所谓天赋，便是在不消耗任何力量的前提下，就可以成功施展的个人特质能力。此传承噩梦水晶是亡灵族的立身之本，珍贵无比。我之所以负伤后还能苟活到现在，就是因为他们想要得到这颗水晶，得到其中的天赋传承，所以一直没有对我下手。哈哈哈，他们肯定想不到我会把它给一个人类。男主脸红，我是个有原则的人，不过你既然这么有诚意，我就原谅你一次，但是请记住，没有下次了。随后，一位端坐在王座上的亡灵之主便出现在了他眼前。第一个能力名为幽暗地狱，初级可进化，以尸体为凭，亡者们必须响应你的呼唤，从地狱中爬上来，把他们知道的东西如实告知你，这样他们的灵魂才会得到安息。死亡是最深刻的教育。第二个能力叫圣骸之躯，初级可进化，任何能杀死你的力量都会让你的身躯强制转化为圣骸之躯，暂时不受一切死亡命运的持续5秒，1天后可再次生效。那些想左右你生死的人都没有好下场。第三个名为亡灵复生，初级可进化，
创造一团魂火，将之放置在一位战死的亡灵身上，魂火将与尸体融合，令其复活。复活类术法有许多种，但这是其中极其高明的一种本源奥秘之术，可以让亡灵复生。亡灵族根本之力，男主思考起来，亡灵复生对现在的我没什么用，圣骸之躯能躲过5秒，看似无敌，可是5秒过后呢，还不是一样会死。而幽暗地狱看似鸡肋，可这正是自己目前最需要的，掌握情报才能更快地揪出想杀自己的家伙。于是男主果断地选择了幽冥地狱，光芒入体。男主获得了这项能力，大骷髅很意外，你竟然选择了这个，怎么他有什么不好吗？那倒不是，只是他无法快速形成战斗力。在我的记忆中，过往的那些亡灵君主们都选择了第3项，极少数选了第2项，没有谁选他。随后男主履行承诺，把他活着从精灵族回来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大骷髅听完后怕不已，原本我们要暗杀的目标是一个女精灵祭司才对，而你刚刚说的那个男人应该是精灵族最强的大祭司。男主醒悟，难怪那家伙逼格那么高，一个人就有6个词条。大骷髅冷哼一声，那3个亡灵族的梦魇骑士被精灵抓住，他们无法再监视，再威胁我，这是我唯一的机会。说完他便转身离开。男主搞不懂他要干嘛，只好从界门退了出来。也就在这时，他获得了本次开门的评价词条：自己人，自己人绿色词条，优秀。装备此评价词条，你获得如下加持：当你跟目标说为自己人了，对方就会把你当成自己人，持续10秒，10秒后对方将遗忘刚才发生的一切。此词条1天只能施展1次，目标的总属性不能超过你2倍，否则可能抵抗词条。男主看着这个绿色词条，感觉比礼貌人强多了。你获得了自然祝福手链，饰品绿色，优秀，品质稀有。携带此手链可以缓慢提升你的精神力。男主这才想起，这是那位叫兰妮的精灵少女送给他的。随后他便往操场走去，应该快到他测试了。操场上，陈浩宇正在进行身法测试。测试开始，不断有液体从地面喷出。陈浩宇刚开始还能躲开，但不久后他就被浇了一脸。陈浩宇71分，你该庆幸这不是正式中考。下一个，沈烨。沈烨做好准备，老师喊开始，他便一下就冲了出去，且完美的避开了所有水柱。其他学生都看呆了，好快，射出来的颜料完全跟不上他的速度。因为有过实战的经验，这测试对他来说太轻松了，仅需要略微施展一些精灵步伐，便能随意躲开水枪。与此同时，树下的2个人也在看着男主。这就是我们的年级第1名，他错过了第1门考试，我觉得实在可惜，所以才喊你来看一眼，看看能否给他个机会。墨镜男人说道，身法上颇有天赋，如果精神力也能考满分，让我给他个机会也不是不可以。胖男人惊了，精神力满分，前主管这个要求是不是太高了？2人闲聊间，男主已经抵达了终点，敏捷测试满分。哎，沈烨，你若是没有缺考1场该多好，谢谢老师，我还没放弃考高中呢。之后男主便回到了教室休息，这时一个男人突然闯入，他一脚便将男主连人带桌踢飞。来人正是校花舔狗孙明。男主平静道，是赵以彬让你来的。孙明却表示是他自己来找事的，和赵以彬无关，并且他还纠结了一帮人。男主随即使用了自己人词条，何必呢，都是自己人嘛。下一秒，对方所有人都受到了影响。孙明率先开口，没办法呀，赵以彬哭着拜托我们帮他出口气。是啊，我们也不想打自己兄弟，真是让人为难，都怪我太喜欢他了，而且兄弟你平时也太好，所以我才想揍你。算了，都是自己人，我就不动手了。10秒过后，他们又忘了刚才发生的一切。沈烨，我们要弄死你。男主觉得这效果太鸡肋，而且1天只能用1次，他立即选择了吞噬词条，获得3点属性。随后界门提醒他，除了刚获得的3个属性点，你还能自由调用曾经增加到敏捷的属性点，是否调用增加到力量上？男主选择了是，他的力量立马就从 1.2 增加到了 5.2。这时一个人从后面锁住了男主，孙明趁机挥拳打来，他一拳狠狠地轰在了男主腹部。片刻后，孙明的手拳骨折了，男主挣脱后面的人，一拳把他打翻在地。所有人都震惊了，他的力量怎么会这么强？男主这才意识到，把属性加在力量上，不仅仅是增加了力气那么简单，而是指生命个体的4肢百骸强度、5脏6腑的厚度、7经8脉的韧性、血肉之躯的爆发力，它们汇总在一起被称为力量。男主缓缓走向孙明，明明我都缺考1门了，你们还要来打我，仅仅是为了争风吃醋就聚集在一起，毫不在意的想要毁掉一个人的人生。他掐着孙明的脖子将他举起，如果这次换另一个同学，或是曾经的我，恐怕要被你们打成重伤，最后因考试不佳而毁了前程，你们真该死啊！孙明害怕了，沈烨，今天是我们错了，原谅我们这一次。男主却说道，既然你想毁了我的前程，那不如你们先品尝一下自毁前程吧。说完他一脚将孙明踢飞，随后教室里打杂和惨叫声传到了整个教室楼下。测试老师匆匆赶到，当看到教室里的场面，老师也惊呆了，满地血迹，横七竖八的身影。这时男主流着泪说道，老师，你们总算来了，他们霸凌我。全场人错愕，你在说什么玩意？你把他们打成这样，竟然还说他们霸凌你。而人群中的赵以彬也看到了这一幕，失算了，没想到沈烨现在这么厉害，但他还是在手机上回复了几个字，事情完成了。这时闺蜜问他，没想到沈烨变得更厉害了，彬彬你后悔吗？赵以彬想到，后悔吗？如果当时我不是跟他撇清关系，而是鼓励他继续努力，结局是不是会不一样？但随后他又否定了，不，回不去了。他闹出了这么大阵仗，伤了7、8个学生，恐怕中考资格都会被取消，而我的目的已经达成，沈烨已经是废人一个，我的未来将会无限光明。想到这里，他回复闺蜜，不后悔，我只恨没有早点看清他是个败类。也就在这时，他发现孙明一直盯着他看，
他按到不好。孙明，不会吧？这个白痴一直盯着我看，不会想要把我扯进这件事里吧？喂，别用那种眼神看我，混蛋！别开口，别开口！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孙明还是喊出了他的名字。冰冰，顿时无数双吃瓜的眼睛看向了他，但赵以冰又一次影帝大爆发，眼泪像水龙头一样说开就开。他掏出手机道：呜啊，孙明，沈烨竟然这样欺负你，我现在就帮你报警。男主看见这一幕无语了，这赵以冰真会演呀。随后他就被老师叫去了办公室，校长正在和人间武道集团区域主管谈事情，却不料一个老师跑来报告说有学生打架。校长本想着这种小事还用不着他处理时，老师已经把视频播放了出来。片刻后，两人都看呆了。与此同时，警察也在看这段打架视频。沈同学，你打架前都有录视频的习惯吗？我怕被他们打死。警察无语，是他们差点被你打死吧？原来男主在孙明他们要出手打人时，就已经摆好了手机录像。警察说道，虽然有视频，但你还是要跟我们走一趟，具体结果要等他们伤情鉴定出来。老师连忙站出来替沈烨说话，这孩子之前遇见异常事件，已经缺考了一门，这要是被你们带回去，岂不是又要错过另外一门考试？在老师和警察争论时，沈烨还在不断切换属性，他得让自己尽快适应这种切换属性点的能力。这时校长也来到了办公室，沈同学，幸好你用手机记录了整个过程，不然他们的伤势足以让你被开除。前主管也跟着说道，没错，你的身体素质已远超他们，和他们打一点意思都没有。随后他来到沈烨面前，你们打架的视频我看了，虽然只有一半内容，但其实你已经收着力道了，对吧？是的，我怕打死人。沈烨顺手接过名片，人间武道集团区域主管钱如山。人间武道集团是掌握了各类武学传承，且拥有丰富知识产权和武道秘籍版权的集团组织。对普通人来说，如果能进入人间武道集团，基本上就等于鱼跃龙门，脱离了普通阶层。当沈烨再次看向眼前的男人时，他发现这个男人仅仅是站在那里，就有种浑身上下毫无破绽，无论他如何分配属性，都不可能伤到对方分毫的感觉。沈同学，你的天赋让我很满意。冒昧的问一句，你的力量属性具体是多少？沈烨回复，我的力量是5。校长和体育老师都震惊了，这么高？男主也很诧异，力量5很高吗？前主管回答，初中阶段力量能达到 4.5， 就跨过了我们集团的考察线。5的话那就更不一样了，达到5就可以操纵一些战斗型号的机动战甲，也能拿得动那些残破常规级别的古代兵器，而且你的身法模拟考试满分，这足以让我动用推荐名额了。加入我们集团吧，我会安排你重新考一场力量测试。沈烨意外，还能重考？一般来说不行，但天才除外。男主闻言立即答应了下来。对了，你的精神力有多少？男主并不想每个属性都搞那么夸张，他保守说了个3，但这还是让前主管的香烟从嘴里掉了下来，其他人更是淡定不了了。3，这么高？沈烨的精神力不是一般般吗？沈同学，你能不能示范一下？精神力3已经可以做到意念移动物体了，就移动这把椅子。沈烨属性加到精神力上，随后他就将一把椅子操控到了空中。警察队长见状也不问话了，直接喊其他警员收队，因为他知道这个叫沈烨的学生即将一飞冲天，这种民间天才已不是他们这个级别可以处理的了。前主管心情大好，没想到这都能让他捡到宝。沈烨的力量是5，身形满分，敏捷至少也在4以上，再加上他的精神力达到了3，这样的天才被他挖到集团，他肯定能得到公司嘉奖。随后他把沈烨单独留了下来。沈烨同学啊，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？男主诚实回答，钱如山主管，您的名字就是我的理想。前主管哈哈一笑，这个只是最基本的事，我想知道你心中最渴望的是什么？渴望吗？至少不要被人欺负，能保护自己和家人。很好，那现在是你离梦想最近的时刻，来，你攻击我。呸，你个长毛油腻老色男。前主管嗨嗨2声，不要用语言攻击，用拳头。男主闻言将属性全都加在力量上。前主管，那我就得罪了。就在他准备一拳轰向前主管时，前主管只是看了他一眼，男主就被定在了原地。前主管解释，这是一种术法，可以定住攻击者，学会了就可以保护自己，想不想学？男主立马说想，但这还没完，前主管又拿出了一把手枪，他当着男主的面对准自己的脑袋，扣动扳机，子弹居然在他的脑袋旁停住。这是另一道术法，来自集团内部的秘藏，这种术法可以抵挡各种暗器攻击，甚至硬抗狙击枪也不成问题。前主管见时机差不多，便说道，现在我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的潜龙计划，这是我们集团的超新星培养计划，我们会推荐你去世界上3所最好的高中，当然在这之前要进行一场严格的入学考试，不是中考，是这3所高中自己设置的考试。这考试普通人根本不可能接触得到，因为它早已被世家子弟们垄断了，而世家是一些留有上古神灵传承的家族，他们拥有神灵留下的知识、神器、血脉盟约等等。男主想起了他的爷爷，似乎也是世家，而潜龙计划就是要寻找你这样的民间天才，我们会帮助你进入最高级的学府，哪怕你考试失利被淘汰，我们也会保送你进入重点高中，而你若成功进入3所高中任意一所，集团会负责全方位帮你争取资源，根据你的特长挑选未来的职业，当你提升至无法再提升的时候，回到集团为集团效力，当然待遇也是最优厚的。男主明白了，这是一个实力至上的事件，所以他接受了邀请。随后前主管拿出一份电子文件，让他签字并录入指纹。男主看过没问题后便签了，因为他还是未成年。前
前主管还得找他父母签字。一出门，前主管就消失在了走道。男主惊了，前主管的实力深不可测呀！也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响了。沈同学，我是洛飞川警官，我这里查到了那晚你出事的一些线索，希望你能来警察局一趟。男主被警长洛飞川叫到了办公室，他拿出一张照片道：“你出事那天，有人拍到了这个男人在医院楼顶，很可疑。你认识他吗？”男主放大看了看，表示并不认识这个人。这个人似乎想要激活什么东西。那天你是否有携带什么平时没有的东西？男主明白了，这个男人激活的应该是万堕恶鬼之王的诅咒雕塑，但显然洛警官还没有抓到这个人，而雕像也已经灰飞烟灭，他不能吐露关于雕像的事。警长，那天我跟平时一样，没带什么特别的东西。洛警官怀疑的看向男主，这就奇怪了，窒息、失控、意识丧失之类的感觉也没有吗？男主回答没有，但他感觉到洛警官的提问仿佛知道些什么，而且自从进入了办公室，他就感觉浑身不自在，仿佛四周潜藏着什么东西。就在洛警官抬手时，男主连忙说道：“我想起来了，我的书包是开着的，但明明放学时我是把它拉上的呀。”洛警官询问：“你有检查过你的书包吗？”男主回答没有，内心却在冒汗。刚刚洛警官抬手是什么意思？他似乎是想要出手，随即他立马将属性点全部切换到了敏捷上，只要对方想要向他出手，他就在脚下召唤出一扇门，这样一旦有什么问题，他就能直接蹬开门掉进去。这时洛警官的电话响了，男主也被吓了一跳，他连忙说道：“警长，你的电话我还是回避一下吧。”洛警官却示意他不要动。电话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：“洛飞川，你马上就要死了。”话落，洛飞川面前就出现了一圈红色波纹。男主惊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就是前主管说的术法吗？洛警官察觉到敌人就在附近，他直接破窗跳了出去。警报，发现袭击者，袭击者已入侵警局，请非战斗人员迅速撤离。然后男主就看到了令他震撼的一幕，窗外竟变成了一处血色墓地。只听那个穿着花睡衣的男人说道：“洛飞川，你杀了我们教会许多成员，我要为他们报仇。”洛飞川却回道：“有什么事晚一点再说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，现在我在忙。”男人却不领情：“你的命就是给我们最好的交代。”男人手杖光芒一闪，窗外的场景又恢复了原样，他们不见了。恐怕洛警长被留在那片墓地，房间只剩男主一个人，但他依旧有种莫名的感觉。他喝道：“是人是鬼？你给我出来！你的亡灵天赋能力幽暗低语已激活，在你的询问发出后，以此地的尸体为凭，那个灵魂必须回归至身躯内，解答你的疑问。如果他不做解答，他将永远无法安息。”幽暗低语发动了，男主意识到这个房间里有尸体。突兀的，他身后响起一道声音：“感谢你，沈烨。”他循声看去，发现声音是从柜子里传出的。“我没想到自己还能回到身体里，借助尚未腐烂的躯壳前来回答你的问题。”男主突然觉得这个声音好熟悉，于是他颤巍巍地打开柜门。下一刻，他就看到了洛警官的尸体。男主瞪大眼睛：“洛警官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”洛警官的声音再度响起：“照片中的墨镜男杀了我，他是刺客，而我是力量敏捷各占一半的特种战士，我需要强大的装备才能发挥威力，但关键时刻我的武器出了问题。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不过他一定是在寻求什么答案。”男主懂了，万堕恶鬼之王的诅咒雕像在历史上从未失守，他一定是想知道为什么唯独我能活下来。幸好有个疯子袭击警察局，让那个杀手的计划被打乱了。洛飞川告诉男主，那个疯子是我得罪的一个教会信徒，而他使用的也不是术法，而是异常。其他世界突然链接到我们的世界，将一片区域包围、侵蚀、夺取，又或是直接带走了某些生灵，这些就叫做异常。在这之上还有更厉害的情况，被称之为灾祸。男主询问：“什么是灾祸？”灾祸是其他世界的强大怪物利用某种方法突然降临在主世界，这种情况有极大可能造成一场浩劫，比如江南市，那是最典型的一次灾祸降临，整个城市1300多万人无一生还。男主只觉得太恐怖了。随后洛飞川提醒他：“我们的谈话时间不多了，那个异常只是最轻微的异种，有时间限制，说不定杀手很快就会回来。”接着他告诉了男主一长串的密码，让他去武器保管室外面一堵银色的墙面上输入密码。洛飞川接着说道：“保管室外有一支专用的笔，到时将密码写在墙上，把真相汇报上去，以便可以得到庇护。时间有限，这是你保护自己的唯一办法。”说完，洛飞川的声音彻底消失，对方已将一切告知于你，灵魂已经离去。男主陷入了沉默，怪不得其他警察都不愿意插手沈烨的案件，哪怕是警长也会因此死于非命。随后他将洛警官的帽子捡起，重新戴在了他的头上，然后缓缓将门合上。他一头撞在柜子上，以我现在的实力，连给洛警官复仇的资格都没有，但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响起了敲门声：“沈烨同学，你在里面吗？”片刻后，一名警察打开了房门：“沈烨，出来吧，发生了袭击事件，所有人都要立即接受中央智脑的检验。”然而他进来后却没看到有人在，他看了眼柜子，眼神就变了：“尸体被动过，是你做的吗，沈烨？”下一秒，他整个人四处飞了起来。片刻后，他落到桌上，居然没找到，难道是跑了？随后他拿出对讲机说道：“各小队注意，我高度怀疑沈烨与这次的事情有关，立即发布通缉，看到沈烨即刻抓捕。”随后男人就离开了。不一会，一扇门凭空出现，男主探出头，果然杀手还有其他同伙。随后他立即跑到破开的窗前，他打算从外墙一路爬到密码室。不久后，他来到了洛飞川说的密码室，他立马拿起墙上的笔准备写密码。这时身后却传来了声音：“我说怎么听见这上面有动静？原来是沈烨同学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沈烨疯狂书写。哦，我马上就要中考了，老师今天留下了一些数学题，我得抓紧时间演算一下。男人眼神微眯，那是连接世界政府中央的紧急事务激活设备，他居然有密码。他毫不犹豫地射出了一把匕首，快给我停下！一扇门突然出现挡住了匕首，男人惊讶，这是什么能力？男主心惊，还好门会跟着周围的环境变化，要是普通的门，恐怕我现在已经身首异处了。男人一脚飞踢，将门踹向了男主，就在门快砸到男主时，男主解散了门，男人再度冲来，结果一头撞到了铁门上，他破口大骂，该死的小子，召唤出的门竟然还能死死定在地上。这时男主终于将全部密码写完，密码核验无误，我是世界政府最强叶昆仑，现在开始审视应急处理情况，正在全盘扫描警局，当前已发现洛飞川的尸体，已成功验证重案组王学木队长的虚假身份，正在调派距离最近的高级职业者，已调集集团区域经理钱如山。鉴于当前情况的恶劣程度，决定立即击杀。倒数30秒后，假扮王学木的凶手将被当场处决。倒数开始，29、28。假扮警察的杀手冷哼，在调兵遣将吗？呵呵，想杀我？做梦！30秒足以让我干掉你，再全身而退。男主立马唤出一扇门想要逃走，结果却被杀手抓住了手。小子，你以为我会让你逃掉？就在他拳头要轰在男主脸上时，另一只拳头先一步轰在了他身上。男主还没反应过来，对方就被轰成了渣。来人正是前主管，我帅吗？帅，太帅了。不久后，男主被带到了国安部，他将洛飞川和密码的事半真半假的说了一遍。前主管闻言也是叹息，洛警官为人正义，但也因此招来了杀身之祸。随后他将昆仑查到的杀手信息告诉了男主，是刺客联盟的刺客，但他们只负责线上接任务，并不知道雇主是谁。男主分析，既然是能杀死洛警长的刺客，实力和要价应该很高吧，也就是说雇主肯定是个有钱人。随后他又有一个疑问，那我使用密码后出现的昆仑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洛警长不请他出来解决杀手呢？昆仑是世界政府的中央智能系统 AI， 这次的支援任务就是他安排给我的，他平时不会管这些芝麻大的事儿，除非你拥有他赠予的密码组，他才会为你出手。至于为什么洛警长没有呼叫他，那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武器出问题了。一个女人将洛飞川的钢铁一体呈了上来，他告知里面的程序被写入了病毒，导致了无法启动，但洛飞川一死，他又好了。很明显，这是人为的，而且一定是很熟悉他的人。男主看着洛飞川的武器，也感受到了人心的险恶。这时前主管对他说道，沈烨，你也是我们集团的人了，今天我就给你上第一课，希望你记住，无论何时都要提防那些心怀不轨的人，他们比怪物更恐怖。不久后，男主见了他的父母，母亲告诉他，其实你也属于世家子孙，你爸爸原本是世家大族三晋沈家的支脉。男主曾在历史书上看到过，三晋沈家是历史上几个拥有神灵传承与神器的家族之一，你爸爸当年也是天纵之才，可惜修行一本古代功法时走火入魔，实力尽失，他灰心丧气之下来到这座城市生活，然后遇见了我。后来你爷爷给他安排联姻，他为了我而拒绝，这就惹怒了你爷爷，导致他被家族彻底抛弃。再后来我们有了你，过起了平安知足的生活。男主满头大汗，你们不要再秀恩爱了。随后他爸说道，给你说这些是因为你现在展现出的天赋，如果现在回去认祖归宗的话，届时你能成为世家子弟，享受到优质的资源和待遇。世家的传承是无数人可望而不可及的，但如果是加入人间武道集团，就再也无法接触家族的秘密传承了。现在我们把这选择权交给你，无论你怎么选择，我们都会支持你的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每次跟父母回去，爷爷从没给过我们一家好脸色，而其他亲戚更是冷眉冷眼。在我记忆中，唯一的快乐只有童年时和各家几个小伙伴一起玩耍的时光。男主沉默片刻，我选择加入人间武道集团。妈妈说道，你考虑清楚了吗？我们可以去求爷爷，一旦他答应，你这辈子都衣食无忧了。男主眼神坚定，不，我不回去，我不想你们去求人。既然你和爸爸能撑起这个家，那我也可以，你们相信我吧。小叶，你真的长大了，我们都支持你。不久后，他成功的和人间武道集团签约。由于过几天还要去参加3大名校的入学选拔，所以男主被前主管带回了公司总部，而公司给他安排的房间也极其奢华。一出房间，他便能欣赏到这座城市最美的晚霞。但他也明白这一切都是实力换来，他要继续变得更强才行。今晚12点，我要再次前往噩梦世界，争取再获得一个不错的评价词条。男主刚打开门，他人就傻了，怎么满地的碎骨？大骷髅，你这是什么情况？原来大骷髅被人打散架了。他向男主求救，沈烨，救救我！男主让他等一等，马上就回来。就这样1个小时后，男主终于回来了。大骷髅，我回来了，但是门不够大，这东西放不进来啊。原来男主买了一个超大的鱼缸，里面装满了各种补钙液。男主刚想走进密道，意外却发生了，整个密道在坍塌。大骷髅告诉男主，原来密道外亡灵族正和人族大战。随后他连忙丢出一枚戒指，让男主把它收进戒指空间内。男主照做，立马把骷髅收进了戒指。在密道快被炸毁前，男主关上了门，好险，再晚点就被炸到了。随后他对着戒指说道，大骷髅，你跑到戒指里了。没错，空间指环不能存储活物，但我正好不是活物，我是亡灵。随后他让男主把鱼缸也收进了戒指，这样他就能泡在里面了。鱼缸被收进戒指，男主说道，既然我救了你，那你也应该报答我了。我今天要去一趟你们的世界，你得全力帮助我。骷髅泡在
鱼缸里只觉得一阵舒服。他询问男主需要什么帮助，男主表示他需要一套能隐藏身份的装备。随后骷髅就从戒指里丢出了一堆装备。片刻后，男主找到了一套还算完好的战甲，接着骷髅又拿出了一个面具，这是百夫长佩戴的面甲，上面横定了高等死亡气息，戴上它后你就不会被其他亡灵看破了。男主穿上整套装备后，从外表看上去俨然成为了一名彻头彻尾的亡灵战士。他已经在脑海幻想，到时他再弄一匹骸骨战马，在亡灵阵地上装模作样，一旦遇到危险立马跑路，怎么着也能混一个幽灵骑士之类的词条吧。幻想完，他期待地打开了异界之门。开门后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废墟。不过还好，密道并没有完全封死，他一路跋涉，终于从密道里爬了出来。结果刚出来，他就被枪尖包围了。队长，这里还有个落单的亡灵，杀了他！男主连忙摘下面甲，别动手，自己人，看我是人类啊！队长却丝毫不留手，你肯定是个奸细，受死吧！男主连忙用短剑格挡。队长看见男主的剑后，竟停了下来。这把剑是夜色，原来这是一把人类斥候专属短剑，白色等级，特性锋利初级，这是一种用来刺杀的短剑，同时也被人族施加了无声圣劫祝福。无声圣劫，唯有灵魂未曾堕落的人族斥候可以持有此剑，持此剑者值得人族信赖，可以专职传递情报。队长将男主拉起，只有未曾堕落的人类才能持有夜色，他的确是自己人。好了，这里没你们什么事了，你们继续追剿残存的亡灵。是，长官。士兵走后，队长向男主比了个手势，兄弟，你需要我们的协助吗？男主脸颊冒汗，这个手势在蓝星是我爱你的意思，他给我比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？不对，他一直盯着我的面颊，这手势一定有着什么隐秘的含义，这面甲难道还代表着什么事情？不管了，先唬住他再说。男主也比了个爱你的手势，如你所见，我现在境况比较困难，如果你有什么能帮忙的，我当然不会拒绝。明白了，我给你一个单兵作战包，还真唬住了。男主接过小包说道，多谢了，请把名字告诉我，以后必有所报。我叫罗曼。这时一路兵马齐了过来，都给男爵让开路。随后一名男爵停在了他们面前。罗曼，你在这里逗留了太久，难道有心贻误战机？罗曼回答，并非如此，我刚遇见了一位斥候。男爵却不信。斥候？来人，把这个斥候抓起来，我怀疑他是亡灵的奸细。队长连忙阻止，等一下，他手中有夜色剑。那是。男爵依旧跋扈，闭嘴！我当然知道能拿夜色剑的人并未出卖灵魂，但我要知道他的任务是什么。男主也来了脾气，你是谁？凭什么询问我的任务？男爵嚣张道，老子是南方雄鹰城堡的沃伦男爵，你一个小小的斥候也敢来问我的名字？先抽20鞭，再把你的小秘密弄个清楚。话落，他们便举枪对准了男主。男主却笑道，沃伦是吧？死变态，我记住你了。说完，他在脚下开启了一扇门。就在他们一拥而上时，男主消失在了原地。人呢？怎么凭空消失了？男爵顿时脊背发凉。这时罗曼一脸看好戏的模样，听说有些隐姓埋名的刺客也参与了这一次的战役，他们可是善于躲藏在阴影中，是专门进行刺杀任务的高手。沃伦，你刚才真勇敢，竟然真的报了自己的性命。男爵满头大汗，他是刺客，战场瞬息万变，如果他趁乱来刺杀我，想到这里，他立马呼唤士兵撤退，一刻也不敢停留。与此同时，男主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见鬼，沃伦男爵是吧？说动手就动手，我记住你了。还好我提前在地面释放了门，不然真危险了。随后一条提示弹出，本次开门获得评价词条，自己人，绿色词条，优秀。评价，作为一名普通人类，你能获得的最高等级词条为白色，但你在完全打不过任何人的环境下，借力打力，解决困境，脱身而回，这是你能破格获取此词条的根本理由。男主错愕，怎么又是绿色词条自己人？注意，这是你第2次破格获得此词条了。当前激活特殊事件，如果你下次获得的评价词条依然是绿色词条自己人，便可以获得连续3次破格获得同一评价词条的普通人的特殊荣誉词条。此荣誉词条将引发强烈的共鸣力量，呼唤一种隐藏能力降临，你有且仅有1次机会得到此隐藏能力，请谨慎行事。男主惊了，获得3个一样的词条能激活隐藏能力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获得的下一个词条仍为自己人，便能成功激活，否则就会失去获得隐藏能力的机会。可是要如何再次获得绿色品级的自己人词条呢？根据词条说明，需要在绝境下通过借力打力的手段解决困境并脱身。仔细想想2次获取自己人的经历，无论是精灵村还是亡灵战场，我都处于别人的主场，并且处于生死危局中，最后让别人放下敌意，甚至愿意帮助自己。没错，这就是解锁条件，但这要求也太高了，简直是在刀尖上跳舞，而且只有1次机会。也就在这时，他的门铃响了。沈先生，您有一位访客，他自称洛飞川的家人，身份已经得到集团验证没有问题，您是否愿意见他？骆警长的家人。骆警长因为调查我的事死于非命，在他死后还救了我一命，他的家人要见我，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拒绝。片刻后，男主在天台见到了一位蓝发女子。你好，我是沈烨，你是骆警官的妹妹。女孩转身的一瞬间，男主就看到了她头顶的3个字：大剑客。你好，我是萧梦鱼，洛飞川的亲妹妹，这次来是想向你了解一些事情。男主下意识地与对方握手，内心却在震惊，我见过那么多人都没有评价词条，这个少女是我见到的第2个有词条的人。女孩告诉男主，杀我哥的刺客已经抓到了，对我哥武器动手脚的人也找到了，是他的2名同学，动机是嫉妒哥哥获得的荣誉，我已经将他们全杀了。男主惊讶，我听前主管说，那个凶手昨天才被活捉到。没错，
所以我杀了他。男主担心道：你就这样直接杀了，不会有什么问题吗？女孩平静道：我哥再怎么说也是世家子弟，我代表洛家出面为他讨回公道，谁都不敢说什么。随后他向男主询问起幕后之人的信息，关于那个想杀你的人，你自己有没有头绪？男主坦然，说实话，对于幕后主使我完全没有头绪，不过杀了这几个凶手，你已经为洛警长报仇了吧？女孩却觉得不够，我一定要找到那个幕后主谋，然后杀了，才能慰藉我哥的在天之灵。话落，一道剑芒斩向天空，随后天空的云层便被斩成了两半。男主惊了，这是他刚刚斩出来的，我甚至都没有看到他出剑。接着萧梦鱼再次询问男主：沈夜，请你仔细回想一下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或者其他细节遗漏了？男主闭眼仔细想了想，忽然他想到了什么。对了，说起来好像我第一次遇袭时，医院里隐约有惊恐的尖叫声，会不会有目击者？这倒是有可能，我现在就去调查。萧梦鱼留下联系方式后，转身便走。这时前主管才出现在男主身后，好恐怖的一剑！他来的时候，我特意问过他会不会对你出手，我怕他可能将洛飞川的死迁怒于你，不过看来结果是好的。随后男主询问起了萧梦鱼的信息，前主管告诉他，萧梦鱼是洛家这一代最杰出的子弟，在各大世家之中也能称得上一声翘楚，并且会与男主一起考3大高中。前主管安慰男主，你不要灰心，世家子弟往往有着秘密传承，从小就开始进行培养，实力远超一般同龄人很正常。男主装作毫不在意的回房睡觉，结果回房后一阵挫败感，不愧是世家子弟，好强！世家，这是整个人类文明中处于最上等阶层的存在，如果真是世家的人要杀我呢？他连忙对着戒指里的大骷髅说道，喂，大骷髅，你还有噩梦水晶吗？带技能的那种。大骷髅回道，我这里都是亡灵技能，你不是亡灵，没有魂火之力用不了。男主立马有了焦虑感，不行，我得想办法提升实力。对了，人类军官罗曼给我的单兵作战包还没看呢。随后他在背包里一通翻找，结果背包里还真有一颗噩梦水晶，他立马捏碎，给我出一个好技能啊！结果出现的只有一行信息：阴影之手兄弟会在大军扎营的地方设立情报传送点，如果你看到有3柄短剑竖立的营帐，便可以前来交任务。阴影之手等着你的消息。男主一阵失望，原来是秘密信息啊！骷髅却提醒他，或许你能通过情报换点好东西。男主想了想，今天获取过词条了，再去噩梦世界也不会获得相同的词条，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再去探索一番。于是他向大骷髅要了一套人类士兵的装备，大骷髅给他的是莱茵领地士兵的装备，盾上的猎犬章纹就是他们的徽章。莱茵领地的人类已经被亡灵杀光了，男主扮成幸存者就没有人会怀疑了。还有一颗噩梦水晶，里面是一封莱茵领主的求救信，也算是信物，等会儿出去正好用得上。随后男主再次踏入了噩梦世界。男主出来后，发现大战已经结束，只剩一些清理战场的士兵。他悄咪咪地走出来，然后躲在一个亡灵巨人的尸体旁。随后他发动了幽暗低语，喂，老兄，醒醒，我有话问你，你知道这张面甲的来历吗？巨人回复，我不知道。男主闻言立即向下一具尸体跑去，就这样他一路询问尸体是否见过他手中的面甲，但回答都是没有。片刻后他找了块岩石休息，该死，这样找简直是大海捞针。这时他才看到身旁有一具狼人尸体，对了，狼人的鼻子肯定很灵，说不定他能帮我找到。于是他拿出面甲问道，乖狗狗，这个面甲你见过或者闻过类似的味道吗？狼人回答，我见过这个面甲，它属于一个百夫长，就在那边，但他只剩下了一只胳膊。还有，我不是狗，是狼。好的，乖狗狗，谢谢你。随后男主来到了那截手臂旁，只剩一条手臂了。我的幽暗低语还有用吗？他试着说了句，哥们儿在吗？随后那只手居然动了，还向他比了个爱你的手势。男主开心道，这是阴影之手的标志性手势，看来没找错，这个人就是面具的拥有者。哥们儿，你有什么能告诉我的吗？那截手臂向一个方向指了指，只见那里有一只掉落的靴子。